但我和对象从大学到现在谈了快4年，都说爱一个人要爱他的全部。谁说的？王菲说的吧？是不是？是不是王菲说的这首歌？查一下啊。有没有这首歌？哦，不是，王菲说的是爱他的灵魂，不是全部，灵魂，记错了。可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爱我男朋友的全部，甚至也没有很爱他，只是潜意识不想离开对我付出爱的人。谈了几年？4年，来得及啊，赶紧分啊，不要再作孽了，好不好？首先最主要的，我们有许多价值观的东西不能细谈，不说获得共鸣吧，比较基础的共识都很难。那你俩也都是天纵奇才，这种情况下能谈4年？那平时都谈啥呀？吃了吗？喝了吗？天气怎么样？其次，对于颜值、学历、工作、家境、能力这些比较外在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缺，所以无法全心全意的欣赏他。他说愿意付出给我的最好的心意，我能理解，也很感动，但有时候真的还不如我自己来。一来二去也显得他比较抠搜。说到底，我最喜欢的是他只喜欢我的这种感觉，可以拿捏他的感觉很爽，很上头。喜欢你的诚实，姐妹，像你这么诚实的人不多了。很多人给我写信要很美化自己的感情行为，欣赏你的诚实啊，可以拿捏他，感觉很爽，很上头。然后比较喜欢和他贴贴抱抱，抱起来手感很好。我们中途也分手过几次，但是我很难忍受断舍离的过程和失去的感觉。虽然理智告诉我分开是好事儿，在分手期间也让我自己过得很充实，情感上却很难接受。一想到他投入的很纯粹的感情，就会心软下来。我总觉得自己谈恋爱谈得轻飘飘的，没有实感。可能1年见3、4次的异地恋，确实没什么实感可言，基本等于网恋。好，明白了。谈个4年，1年见3、4次，你们这4年的感情，一共16次见面，那是可以谈呀，是吧？如谈，仿佛在谈，那就是谈也行，分也行啊，能理解。由于我们俩有各自的人生规划，大概率也不会待在一个城市，应该也很难走到结婚。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真10万赞了。行了，谢谢大家，谢谢，随便买点啥，感谢感谢。应该也很难走到结婚，导致我更想在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尽量弥补他付出的情感。导致我更想在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尽量弥补他付出的情感，反而陷进去了。想问问他，我这段恋爱实在是太拧巴了，有什么办法能调理，或者有什么建议吗？分呢？建议就是分，是不是？抓紧分。哎，他就是觉得这个男生有那种就只爱他，特别爱他那种感觉的，很享受这种被一个人当做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的感觉。人很多时候在恋爱里就是爱上了这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的感觉，因为这个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没有很重要。在恋爱里很容易得到这种感觉，幻觉，是吧？在有的人幸福一点，在家里也能得到这种幻觉，而爸爸妈妈觉得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这好像是那个刘擎老师说的啊，是不是？你们可以看，刘擎老师好像说过这个，就这么个情况吧。他就是
感受到了这种，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种感觉，还有点愧疚，不用愧疚，啥愧疚的呀？谈恋爱，恋爱这个东西是吧？谈谈得了。恋爱是零和博弈吗？恋爱是零和博弈吗？嗯，考试了，恋爱是零和博弈吗？不是吧？对不对？不是说有一个人感受到幸福，另一个人就吃亏，不是吧？大概率还是你幸福，他更幸福；他幸福，你更幸福，是吧？他有什么好愧疚的呢？没什么好愧疚的呀。如果他爱你爱的很投入、很快乐，你觉得你在拿捏他很爽，那他其实可能被拿捏他也很爽，是不是？没啥好愧疚的。但是现在就算了吧，别彼此那个什么了，放过彼此吧，散了吧，散了吧，赶紧算了，挺好的。现在散了还挺美好，是吧？一个美好的回忆，留给对方，作为最后的礼物。又是一段青春往事，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如何与人交往的建议，如何判断我是真的喜欢一个人。我看好像这也是我们小卖部一个经典问题啊，很多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啊，是吧？如何判断我是真的喜欢一个人？好多人会问啊，咱们一起听一听，看看，咱们一起想一想。和他是中学同学，但他中考没考好，高中不同校。我的妈呀，这么往的往事吗？初中我就注意到这个人，但只从同学口中听说他的事情。据说我们幼儿园是同班，我的妈呀，太往了，这往事呀！啊，倒到幼儿园了都，别往后倒了吧，太吓人了。在学校见过他，但也从未有过交流。他是体育很好的男生，哎，初中没接触就毕业了，后来上高中，一次放假回家，他加了我的微信。后来每次周末节假日回家，如果他也恰好拿到手机，就会聊天，无非就是你干嘛，我干嘛，也说说学习的事儿，就是高中生谈论的话题。虽然没见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点好感。后来也看出来他对我有点意思，也问过我有没有喜欢的男生。我上高中根本没想过早恋，怕被家长打断腿，爸妈从小管得严。我打算就先不戳破，断断续续聊到毕业。毕业后他还是考得不如意，后来找个机会我就说开了，表述了我当时还没那一方面的意思。后来他又送过礼物，没有当面送，直接塞在了我的窗台上。我说现在收到这些东西会有一些负担，不是已经毕业了吗？哎，反正也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吧，可以说是上大学之后近乎于变成了普通姓名的普通同学。又过了1、2年，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把这段感情经历捋清楚。我遇到过其他有好感的男生，但喜欢别人没多久，我就想起他。后来我找他聊过，把我困扰纠结的问题都说了，问了他对我的看法，他说已经放下了。后来这个人就慢慢的淡出我的生活。上面又过了1年多，他突然联系我，旅游给我寄了礼物，附了一封信，写了一些他的想法。我当时有些疑惑，哎，他不是早就放下了吗？这都过了多久了？怎么又说起来了？他也像我一样，也有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开吗？我表明了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不用顾虑太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写清楚，但我自己已经挺清楚了，也不纠结这段朋友关系，顺其自然相处。一个估计跟他也没什么戏了，一个原因是他的外形不是我很理想的。那你前面这些是干嘛？浪费我时间，姐们儿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好，你最好真的有问题。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经常吃吃喝喝的朋友，太深的情感交流也不期待，得好多年才能积攒更深的友谊。我很矛盾，一方面想要别人和我一起吃美食，又担心和别人一起要迁就的太多。之前也和各种同学一起出去，哎，总是有一些不合的地方。羡慕那些有朋友一起出去逛街吃饭的人。但是又好像慢慢习惯了自己，哎，这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呀？我的朋友都和我不在同一个城市，很远。上大学到现在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都是能友好相处的同学。我是有点事情就想说出来的人。我和父母也能说，和朋友说太多，我就担心别人烦，就那么1、2个人来回换着说。哎，
一个人这种状态才应该是生活的常态吗？但我又来投稿了，我就是那个老带孩儿出去玩的妈妈，大家还记得？就是疯玩，最后玩的那个孩子都要靠开学了，这个妈妈说还没玩够呢。起因是吃饭时，他突然问我：“妈妈，你想要什么？”我说：“多赚点钱。”他说：“你换一个。”我说：“多点时间出去玩。”他又说让我说具体的东西。我思考良久，居然没什么特别想要的，那就多买点酒。我反问他，他说想要很多钱。我问他要钱做什么，他看着我很迷茫，思考了大概半分钟，说想买很多很多零食，再招待很多很多小伙伴。有更多钱的话，就买个大房子，给我家的猫准备自己的小屋子。其实他并不太清楚钱是用来做什么的，只是觉得需要。再考虑用途，想到吃的、喝的、住的和我们的猫。我想人终极目标也就这些了：口腹之欲、人与人的交往、安全的住所和情感价值。我不是不想鸡娃，是没办法。尝试体验过他的学习日常，我一个成年人都不想接受，脑子没长好的小孩能接受吗？其二，按这个教育环境，我想绝大部分孩子肯定会厌学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我不想他小学厌学，能开心又不掉队的跟着走不容易了，没准能苟到高中再厌学。他有了理智和对未来的动力，就愿意自己再努力一把呢。对比学业，我更关注他的心理健康。我俩经常会讨论各种问题，他10万个为什么。比如他不喜欢我爸妈的教条主义，我也不喜欢，就会教他对不喜欢的长辈就采取渣男哄小姑娘的方式，甜言蜜语，但不用走心，对方高兴你也没负担，哄完就完事儿了。去亲戚家专门会提前嘱咐他哪些话不该说，遇到跟小朋友争执该怎么处理比较好。他不一定会完全照做，但是也做了心理准备，当意外发生他就不会特别出格。我是独自带娃，邻居经常哭喊打架，我会刻意说这种家庭好可怕，他就感叹妈，你跟我爸分开真挺好，幸亏你俩不在一块儿。他不爱学习，但是很喜欢看书，我家书柜都是满的。他吃饭看，路上看，睡前也看，看完又会问我很多问题。但去年开始他沉迷网文，末世文、重生文，张口就来，我重生了，这一次我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有些思想啊，我真的觉得我怕他中毒太深，但一味的禁止也不是办法，赌不如输。于是我开始写网文了。我要让他看我写的，他喜欢看重生文，我就写重生文。什么真假千金交换人生，我发愤图强。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是正确的三观。我上学时也是文青，爱看书，爱幻想。对于写作一直在开始，从未写完过。以前他写作业，我在他对面看书，或者书里藏手机，偷偷刷视频。现在他学习，我码字，我俩互相督促。每年立 flag， 从未达成的目标，今年居然完结了，我还赚了281块钱的稿费。我开辟了新副业。所以鸡娃真的不如鸡自己，主要是我孩儿看得很开心，他说妈你真厉害，我每天接受他的彩虹屁很受用，我俩用稿费大吃了一顿，开心完了，今年准备多赚点稿费。所以怎样算成功的带娃方式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都会变，以前房地产，后来互联网，现在的 AI， 总有新鲜事物出现，也总有淘汰，它不一定能压中最好的，但它有乐观和爱思考的性格，我想它不会很差。感谢蛋，去年就买了《三联生活》《少年新知》，我们都很爱看。比心，这个妈妈太可爱了，太好了。今年，觉得人生真的很无常。投稿想来分享一个有点平淡但却觉得幸福的瞬间，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当下和眼前人。过年的时候忘了是年初几，下午我和妹妹和小狗在客厅瘫着，百无聊赖。我说要不我们看个电影吧，然后我选了姥姥的外孙。电影刚开始，妹妹说要不来
点个奶茶，于是我点个珍珠奶茶，妹妹点个柠檬茶，另外还有一份薯条，一份墨鱼丸。过年配送费翻倍，配送时间还慢了1倍，但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反正时间有的是，等吧。我妹是个没有耐性的人，平时只喜欢2刷3刷老剧。我们躺在西照，就是西晒的客厅和的沙发上，电影没过半，她就和小狗一起昏昏欲睡。妈妈在客厅种了很多好看的花草树木，每到下午太阳照进来，会在桌上、椅上、地上投射出斑驳的影子，光照在客厅的瓷砖上，再反射出来，交错着，总有种梦幻的感觉。外卖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才送到，薯条被水蒸气闷得已经不脆了。我跟妹妹耍赖，说我不会用烤箱，让她起身去热薯条。她总是不会拒绝我的撒娇，很多时候她比我更像姐姐。电影很好看，薯条不好吃，我度过了一个很幸福的下午。羡慕你，很好。但我最近很迷茫，快点骂醒我，快点骂醒我！我有个谈了4年、条件很差的男朋友，无房、无能力、无稳定工作、无存款，家里帮不上什么忙，买房都勉强，买房都勉强。哎呀，好吧，买房不就应该勉强吗？我有时候对大家的这个需求有时候也挺困扰。买房难道不应该勉强吗？但是我俩纯属2个恋爱脑碰到一起了，互相伤害，难舍难分。其实我也很清楚，嫁给他以后没钱会过得很辛苦，毕竟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多少次因为没钱而失眠，多少次靠我一个人辛苦维持，不敢辞职。有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很强就好了，以后我一个人养家得了。问题是我也没有那么强，我只是也是拿工资，他比我赚钱能力还弱，我就是舍不得分开。一是我决定分开后，他死缠烂打；二是他对我确实好，我也习惯了他在我身边。他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对我确实也是全心全意，有钱的时候钱都会转给我。不过问题是，他没多少钱。现在27了，家里都很着急，一直劝我分手，怕他耽误我，怕我嫁给他过得辛苦。现在我每天愁得睡不着觉，清醒的痛苦着，感觉和他在一起30岁都不知道能不能结婚，就这样嫁给他，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但分开我又怕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我也喜欢的。这个人的幸福吧，你说，同样一种生活，换一种讲法呢？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4年了，我们2个非常的相爱。他呢，虽然挣钱的能力不强，但是一直在努力，赚到了钱都会给我。如果结婚的话，他们家勉强能买得起房。我想我们以后的生活就会平平淡淡，我也很难再遇到对我这么好的男人，我也很爱他，可能日子会过得辛苦一点，但是我想2个人相爱就好了。这是这个故事的一种讲法。这个故事还有一种讲法，我现在的这个男朋友除了爱我，没有任何的优点，没钱，穷。我想我结婚以后无法忍受贫穷，我现在经常因为贫穷睡不着觉，我已经27岁了。我想我对他的感情应该不是爱情，只是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也没有找到更爱我的，也没有找到有什么钱都愿意给我花的。但你说如果我找到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跟他分手？感谢大月月送的礼物，好吧，这样讲也行。俩故事，你不能混一起讲。你为啥闹心呢？人为啥闹心呢？你混一起讲你就难受了，你分开讲，你挑一个故事，
你觉得前面那个故事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你就过那样的生活；你觉得过不了，你觉得后一个故事更真相，你就早点做决策。你混在一起讲，这能好？好不了呀，这俩故事是吧？你自己选嘛，人生嘛，谈不到对错，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吧？以大部分人的糊涂程度，人生的选择谈不到对错。就随便选吧，我觉得都行。你要我看，你这俩故事，你选一个都行。你怎么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你就选一个嘛，过嘛，日子嘛，你能错到哪里去啊？啊？为什么这么犹豫啊？如果这种生活真的很错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犹豫？如果你真的能唾手可得一份正确的话，你为什么要在错误里耽误这么久？但你咋不睡觉啊？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戒了。不喜欢，饭也不怎么吃。现在就是喝点水，吸收日月精华就能活着，睡什么觉？我在工作呀，我怎么不睡觉？10点半啊，我刚精神一点就劝我睡觉。蛋总好，我在凌晨背着我老公给你写这封来信。老公，你如果看到了的话，跟我没有关系啊，就是他要这么干的，不是我要。最近我经常会想起一些不该想的人，其实本来没什么事儿，但有时候还挺影响我的状态的。比如半夜会失眠，会一直陷入到那种情绪中，反复的想如果，嘿，这是最讨厌的情绪千万不要，从而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甚至有时候连续好几天这样的情绪久久不能散去，实在无奈，想找个通透的人帮我解答一下，又把我想起来了。我目前跟我老公结婚第3年，婚前谈了5年，而我经常想起的那个人是我的前男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念念不忘，而是我的爱慕虚荣心。据我观察，身边的人，尤其是女性，这种心理很普遍。我和前男友是通过亲戚介绍认识的，因为他们家里经济条件尚可，而且父母通情达理，也在见家长时直接表示，如果结婚的话，给我和我们家大概400万。这不是虚荣啊，姐妹儿，这实实在在的。我心你说爱慕虚荣是说爱慕啥呢？这不400万吗？这也不是虚荣啊，这不钱吗？这不是真实的人民币吗？啊，你说虚荣是这个，我也爱。这哪是虚荣？
信你要说什么虚荣。所以我父母一直希望我能选择的，后来可能也是自己没有那个享福的命，自己把它拒绝在千里之外了。很好啊，很好啊，后悔了是吗？哎，没必要。你应该多想想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姐们儿，是不是？没事多想想自己多厉害。现在后悔了，那就白拒绝了。400万买了个啥，姐们儿？买了个潇洒，拒绝了。现在你又不潇洒了，说哎呀，我这400万我全完了，这400万想都没听着。哎，当时年轻任性，觉得爱情是精神食粮，必不可缺，而面包可以用馒头代替。但现在却处处为钱发愁。哎，刚刚那个封信的那个节目，你可以听听，你看这有做完选择了，你可以听听参考一下。所以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反复想，如果我和前男友结了婚，现在担心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不一定。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也会有别的问题的啊！这你又想错了，你怎么能一步错步步错呢？全错了，稍微走对一步啊，也走对过一步，拒绝400万，相信爱情，这是走对了一步啊！怎么又后面的就又错了呢？一步对步步错，好别致啊你！对了一步，错了好几步。所以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反复想啊，甚至可以像某位姐妹说的，我可以向人生中一个个过客炫耀我老公有钱，向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证明我比他过得好，是虚荣心或者嫉妒心，对，这就是虚荣啊。哦，还是确实是虚荣。她想向过客炫耀她老公有钱，向曾经看不起的人，这看不起我的人证明我比他过得好，那这确实又是虚荣了啊！又不是400万扎扎实实你给他花他，这就确实又是虚荣。你这人真是挺别致。也可能是我真的压力太大了，网上跟我同行业的人，年薪有几十的，有上百万的，我才10几万，而我们家还有一个负债100多万的房，加上养育孩子、教育经费和物质欲望，我不知道有多久才能过上我想要的那种生活。你呀，只要能保持现在这种良好的心态，你永远过不上。你一旦来到了自己想要过上的那种生活之中，那个生活就离你而去，因为你又看上了别的生活。全凭自己心态好，好吧？跟你经济状况其实关系不大啊。但如果抛开前男友这层经历，只看我和我老公现在的生活，似乎又已经算是中上等。经济虽有压力，但他情绪稳定，顾家，听老婆话，跟刚刚那个情况好像。有时候还挺幽默，整个家庭氛围还是比较和谐。有时候还挺幽默。你老公要是听到这封信，估计就不幽默了。你们整个家庭氛围马上就笑不出来。我真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啊，哈哈哈！你也挺幽默的，你这看自己看挺清晰，关键还笑得出来。我既要现在的老公，又想要前男友他们家那种经济条件。你不要天上的星星吗？就要这点啊？还可以啊，要的不多。我以为你也要天上的星星呢，还可以啊，还可以，要的不多。结婚后断断续续会有我如果嫁给他就不会这么难了这种念头。可我知道，只想着过去都是一场空，应该多关注自己，多关注当下。但为什么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这样想一下呢？为什么会反复想同样一个事情，导致失眠好多个夜晚呢？我又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念头呢？希望蛋总指点迷津，感激不尽。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对你现在当下的生活，
你的掌控力、掌控感比较差。我估计你现在一年挣个多少钱？10几万，可能是进入了一个瓶颈。稍微呢再碰碰运气啊，努努力能突破这个瓶颈，但是累，躺家里失眠，做白日梦，固然痛苦 ，but 轻松。很多人都这样，没啥，很多人都这样，没什么，是吧？就是现实中做点事儿能改变现状的，调整心态能接受现状的，这个改变虽然微小啊，做起来烦、怕、累、不确定、不踏实、不敢想。躺床上想，我要是嫁给我前男友就好了。这个呢，不可怕，很踏实，想想吧，找谁惹谁了。貌似很轻松，其实更痛苦。算了吧，姐们儿，努力呀！网上跟你同行业的人，年薪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你给人发私信呢？朋友、大哥大姐，怎么做到的？带我。问呀，见贤思齐呀，天天躺床上想前男友，自己挣呀。啊，有点虚荣心。虚荣心什么来着？向那个一个个过客炫耀老公有钱，这爽吗？向一个个过客炫耀你有钱，是不是更爽？向那些曾经看不起的人、看不起我的人，证明我比他过得好。啊，像曾经看不起你的人，证明你比他挣得多，怎么样？你就怕累是吧？幻想很轻松，幻想有很多缺点，但是优点就是很轻松。想想是吧？其实很累，幻想也很累的。累吗？不累，有啥累的呀？干想不累吗？干想就不累了，干想更累，随便干点啥都不累，随便干点啥都比干想强。别想了，别想了。但这是人性啊，但是你就试着超越这个人性呗。我知道，就想这个是人性，我有时候也会，是不是？我有时候睡不着觉，还做梦自己打 NBA 呢，哪说理去？但我是纯幻想，对不对？对不对？纯幻想无所谓的。人性是这样的。我看一个那个教授特别好玩，一个哲学教授的一个演讲，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宇宙是一切皆有，而不是一切皆无呢？这个教授说，如果这个宇宙是一切皆无，你也会跑来问我，这个宇宙为什么是一切皆无，而不是一切皆有呢？人就这样，人性总会幻想那个没发生的那种可能性，幻想一种生活，幻想自己 deserve better 是吧？幻想自己总有一个更好的选项，只是自己错过了，总觉得自己值得一个更好的人生，只是运气不好，错过了。很有可能是真的，极有可能是真的，又怎么样呢？有什么用呢？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吗？
你把你现在过的生活给它过好就行了啊！你想的那些，想10000遍都是假的，你过好一点，哎，就好一点，哎，就是真的。有没有平行世界呀？有，有，你又去不了。对不对？就有没有又怎么样呢？你就把你的生活过好不就行了吗？对吧？可以有这个，可以有。对，平行世界我 NBA 我重生之我被做成牛脆脆。太好玩了。别想了。但我很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这种，可能还是没尝过，就是自己能稍微的沉浸在当下的那种美好，可能没体验过，体验一下，体验过一次你就忘不掉了。你有头发为什么不让它长出来啊？他们不想出来，怕生。我的头发都是那种，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挨发，很挨，不想见人。怎么样？这个解释你们满意吗？男朋友总是在我旁边大声打游戏，挡住我直播，怎么办？该不该踹了？让他买耳机，你没有功德呢。买副耳机，或者你离他远点。姐妹儿，你现在就拿着我，你带着我，你现在站起来，不要跟他说话，你带着我走进卫生间。你看我直播，你在卫生间呢，你待个10分钟，你别出去，你咯咯笑，一会儿就得进来找你。然后你说你们那个游戏声音，你给我关了，关了我就出来。前情提要：我今年硕士毕业，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人际交往中存在一些小的困惑，无法掩饰对我不喜欢的人的轻蔑，甚至当听到他们说一些很蠢的话，我都必须要中断眼神交流，眼神开始回避，心里别扭，但也不会当面反驳。哎，我发现
当人说我不感兴趣的话，或者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心里都会默念倒数。好了，他说完，我可以不看他了。不知道没耐心听下去，还是自己变得越来越不真诚。我观察一些有模有样的大人，好像有一层厚厚的壳。我很想知道这层壳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我怎么回答的？你们还记得吗？来后续了。上次投锅，你说让我买一副墨镜，哎，不对，这个我也念过了。我让他买墨镜的事儿，就全念过了。但关于工作方面的困境，去年年底我裸辞了工作，原因是公司给我调新的门店，我不太舒服。一般以我的经验，再找一个差不多的也不是很难，所以我就辞职了。现在看大错特错，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现在不好找工作。去年年底我辞后，我就去面试。我之前是做摄影的，就是那种影楼写真类型，但是应聘过程发现这个技能的就业面特别窄，就是相关类型的店很少。这2年倒闭了也很多，并且我之前的工作履历去找相关工作就很困难。我之前是拍摄偏年轻的那种棚拍单人写真的，像婚纱摄影、服装摄影、产品拍摄，都不算对口，没经验都跨不过去。今天还面了一个自媒体公司，也是招摄影师，不出所料，人家拒绝了我，原因是他们想要找有网感的摄影师，而非传统影楼模式下出来的摄影师。虽然都是摄影师，每个行业他们需要的点不一样，你无法用过往的作品佐证。对他们来说，就是你没接触过，就是不会花时间去培养，这让我感到困惑。现在同类型也很难找了，并且市场需求也不多。我很想转到自媒体行业的类型，一般是需要拍摄加剪辑，之前工作一点都没有接触过，这个我需要花成本去学习进修，然后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相关助理的工作，或许在自媒体行业做一下无关我之前经验的行业也可以。但是现在的工作接触无经验的，一般都是应届毕业生，而我呢，从业经验都好多年了。哎，或许很少有回复面试的，面下来都觉得不合适，迷茫啊，怎么做呀？关键是还没什么钱，真找不到相关工作，实在不行呢，就去打工了，刷盘子吧。不知道是不是刷盘子都没人要啊？我都害怕了，啊，我都后怕了。可以指点迷津吗？一下，大老师，我觉得你想的挺对的呀。对啊，拍摄加剪辑，干呗。你想的挺对的呀。找不到工作就有啥先干啥呗。刷盘子，你不会摄影吗？你拍呀，你不是要学剪辑吗？你拍呀，拍你刷盘子的生活。一个摄影师找不到工作，刷盘子的第6天，剪呀，拍呀，剪到有人看，拍到有人看，不就证明你能找到工作了吗？咋办？虽然听起来很残酷，但也只能是这样，朋友，没辙。咋办呢？是吧？先开始呗。没辙，只能先开始。你说你学剪辑、学拍摄，其实那玩意儿，是吧？你学了，你怎么证明你会呢？不还是得拍出来吗？你就是干这行的，你说你想接触自媒体，自媒体还用？你说你就开始啊，现在就开始啊。那肯定是很难，但是你只能开始了，咋办呢？没辙，是吧？多跟人接触。你说摄影师最后怎么才能留下来不被淘汰？就是能陪伴人。我的判断是这样的。
是你能陪伴人，你能让他高兴，你知道哪儿拍好看，你能带着他，你能给他解决很多这个人和人交道的问题，你能给他拍，你能剪，只能是这样，没办法，没辙呀，没辙呀，哎，没办法。但有时候你一旦接受了，没办法，其实人也很容易找到快乐。人是一个高度适应的动物，啊，觉得哎呀，我以前在影楼打工，我现在要自己边打工边学剪辑边拍东西，然后还要边陪人唠嗑吗？我以前拍这个青春时尚，以后也得陪大爷大妈吗？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困扰。但你真的投入进去了，掌握了一种节奏，你发现这也很有乐趣，其实都是很有乐趣的事情。